望着灵动那对力量的渴望坚定之色，祖灵也是有所动容，沉声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便告诉你，想要让祖符的真正力量激活出来，重新蜕变成神符，唯一的方法便是让你现在的祖石凝聚出无上神韵之气，只有这样，你的祖石也就会变成祖神石，通过祖神石的力量才能激活祖符的真正力量。那如何才能让祖石凝聚出无上神韵之气？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。灵动问道。这无上神韵之气充满着无数变数，难以捕捉。当然，既然直接去捕捉会很困难，那么就利用大道之法以及造化之法，配合祖石来感应，引出无上神韵之气注入祖石中，那么就会使祖石发生异变，成就祖神石。首先让自身领悟出大咒的道法，这样的话你就已经有了让祖石蜕变成祖神石的初步开始。我希望你能够做到。祖灵也是将这唯一的方法告知了灵动。听完祖灵的这一种方法后，虽然很难，但至少可以有机会迈入成为主神的行列之中，这比永远的停留在天位神领域要好得多很多。此刻灵动的目光散发出惊异的光芒，似乎他已经找到了让那个祖石蜕变成祖神石的方法，那就是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。他必须拿下3个名额之一，就可以获得大道机缘路。如果领悟到了自身的道法，那么就可以靠着祖石的感应来引动一丝无上神韵之气。看来我现在必须要加快吞噬光明祖符的本源，不然万界圣子争夺战开始都会赶不上了。灵动也开始为了祖石蜕变成祖神石变得更加的坚定起来，那吸收光明祖符的本源速度仿佛都快了一丝。真是一个好强的家伙呀，说修炼就修炼，说变强就要朝着变强的方向冲去。不过这个性倒是与他挺像的呀。祖灵呢喃地说着，不过也非常欣赏灵动的这一股劲气，希望能够一直这样保持下去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再帮你一把吧。当祖灵双手结印，散发出一道道磅礴浩瀚的星空力量弥漫这片空间，周围竟是发生了一丝奇妙的变化，一片白光照耀着四周，将整个黑暗的漩涡环境瞬间照亮，而灵动的意识也似乎瞬间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空间，周围的空气仿佛也在瞬间变得凝固起来，一切仿佛都进入了一个割裂开的时空之中。而在这个神秘的时空中，出现了一座巍峨的殿宇，这座殿宇仿佛是由万千祖符铸成，颜色各异，每一个祖符都散发着不同的神秘光辉，在这座神秘的殿宇之间，还有飘动着不同颜色的圆球，每个圆球中仿佛都蕴含着祖符之精髓，祖符之精髓被凝聚成点点光芒，闪烁着神秘的光辉，每一个光点都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，仿佛在述说着古老的传说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万千意念和神力在这里汇聚，爆发出强烈的能量和力量，充满了无尽的神秘。这是上一次的那个神秘时空，怎么现在又出现了？灵动眼珠子微微转动了一下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惊疑道：难道是祖灵？小兄弟，只要你在这时刻中修炼，并且领悟其中的这些能量和力量，那你的实力也将会提升一大截。同时，这空间日后对你有着极大的作用。不过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去摸索领悟，我虽然能够帮你，但也只是做到辅助作用，而真正能够让你自己变强大，还需要靠你自己。祖灵的声音传入灵动的识海中，后者也不置可否，他说的没有错，最终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完成。所以不管是光明祖符还是这片神秘时空，灵动都会尽自己所能去炼化和无尽的探索。在灵动坚定了一切之后，空间中的四周景色渐渐变幻，一道道光芒在虚空中闪耀，璀璨夺目。在这神秘的时空中，所有的神力和意念仿佛都被放大到了极限，这一切又仿佛都是自己独自拥有的，让灵动深深地沉醉其中。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灵动的精神力大幅上升，他清晰地感受到在这片神秘时空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涌动，而那股力量究竟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个神秘时空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简单。那股力量是什么？好强！灵动心中一声的男声，对于那股神秘力量更是无比震惊好奇，但是以如今自己的实力，恐怕还无法触碰那道神秘力量，所以还是先将这片神秘时空世界探索探索，这样更是有助于炼化吞噬光明祖符本源的速度旋即。灵动便是催动全部祖符的能量时，祖符的能量也被不断的被释放出来，让人瞬间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弥漫而出，仿佛能够撼动天地。灵动心念一动，祖符悬浮在他的双手之间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这些祖符光芒与神秘时空世界中的那些星光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更巨大的神秘星空世界，仿佛可以穿越星空长河，感受到星空长河中的无尽奥秘。星空世界中闪烁着十彩斑斓的光芒，闪耀着神秘而强大的神秘能量，仿佛可以洗涤灵魂神魂，使人重新焕发一种新的力量。灵动凝视着这壮丽的景象，感受着神秘星空中传来的力量，他的心灵在这片神秘的星空中竟是得到净化和升华，
仿佛经历了一次神魂的洗礼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神魂上的升华，这神秘时空世界果然不太简单。在灵动震撼了片刻之后，想要再一次去净化神魂升华，结果这次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效果。如此看来，想要连续升华怕是不可能，这与急于求成一样的道理，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刚刚灵动也差点迷失了自己修炼变强的意义，急于求成怕是会被反噬。不过有了这一次的事件之后，他便是摆好了正确的修炼姿态，迎接自己高光的时刻。灵动闭上双眼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全心投入了吸收光明祖符本源之中。丹海上空香氛缭绕，犹如仙境阵阵丹香，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。它们在空中舞动，缓缓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吸引着周围一切的生命力。在这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中，一位年轻的身影伫立在丹海漩涡中，他的面庞英俊，双眸如星辰般深邃，坚毅之色刻在他的眉宇间透露出无尽的决断与勇气。这位年轻的修行者名正是沐尘，他此刻的身后有一座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，临近万魂身如同一尊不可撼动的神山，巍峨挺拔。临近万魂身散发着霸道而古老的恐怖气息，那是源自于深邃修行奥义的力量。它以一种恐怖的威压扫过虚空，让任何靠近的灵魂以及神魂都感到窒息，仿佛随时会被这些灵魂神魂力量吞噬，进化为最纯粹的存在，最后被沐尘吸收来提高自身的实力。沐尘站立于此，感受着自身修为的飞跃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与挑战欲。特别是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沐尘的天赋，也绝不逊色于萧炎与灵动二人。他可是名动一方的强者，曾经沐尘便是凭借这份天赋踏破了无数难关，最终在大战天邪神的时候，率先在大千世界的苍穹榜上将自己拿完整的姓名刻下，迈入了主宰境的行列，成就了大千世界的主宰。在那充满着无比浓郁的丹海漩涡之中，临近万魂身如同一座万丈神山，巍峨屹立。沐尘全身被原始本源的光芒包裹，他的身体在不停的膨胀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进去。但是也就在此刻，沐尘在的身体却发生了异样的变化，体内的6座原始法身似乎与第7座的原始法身产生了奇妙的共鸣，一股非常奇特的力量从这7座原始法身上流转出来，直接冲向沐尘的眉心处，不断的汇聚。最后其眉心处必然浮现出一道金色的神秘纹路，在这金色纹路上散发出古老的原始波动，正在剧烈的闪烁起来。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些金色纹路犹如是一只金色眼瞳，仿佛可以看尽大宙的一切画面。这是沐尘很少开启的法心之眼，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又是被主动开启。旋即下一刻，沐尘那眉心处的金色纹路再度诡异的闪烁起来，渐渐的形成了一只金色眼瞳。这金色眼瞳犹如活物一般，开始左右上下的转动着，每一次的转动都是揭开着对大宙某一处的未知空间，无比的震撼。一瞬间，沐尘竟然能够看到非常遥远处的空间区域，就算是天位神魂也无法探测到的距离，在这法心之眼下变得清晰无比。因为金色眼瞳可以看到无数道金色流光落在了整个大宙间，这一望竟然能够看到整个大宙的远景，可以清晰的看到大宙中的9个世界。在最下方的3个大界便是千元界、大元界、古霸界。此时这些大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仿佛就是世界生命之光。金色眼瞳往上看时，此时出现了2个大界，这2个大界也同样散发出耀眼的世界生命之光，但有一处则是失去了世界生命之光，而被充满着毁灭之气的浑浊暗光所代替。那里没有任何的生命痕迹，因为那里原本乃是天人界，但是却毁在了他们自己的手中，最后自己本身也彻底的陨落。这或许就是对自己大界不爱惜的代价吧。而在这第2等级世界的遥远之上，还有着更高等级的世界，那就是第1等级世界诸神万界、无量神界、万兽神界。这3个神界散发出比其他大界不一样的耀眼世界生命之光，因为他们是神界，神的世界，所以除了耀眼世界生命之光外，其上还存在着一道无比神圣的浩瀚光环，光环之中散发出一股非常难以想象的能量，仿佛是来自神界的意志。这些浩瀚光环出现在最外围，将神界包揽其中，仿佛是神界的保护圈，默默的守护着3大神界。在当沐尘转动金色眼瞳时，稍微仔细的一看，3大神界的浩瀚光环对比之下，只有诸神万界是最耀眼最神圣的存在，其余的2大神界光环则是显得有些暗淡，而且在那浩瀚光环之上，仿佛还掺杂着其他的未知力量，犹如是被什么东西侵蚀了一般。为何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的光环变得这般暗淡？沐尘心中呢喃一声，而在看向诸神万界，却是发出极其耀眼的神界生命之光。这一对比之下，仿佛让人感觉到一丝背后冰冷之感。沐尘虽然看到了3大神界之间的光环差别，但是也无法分析出这之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其他大界不管是哪一方大界，耀眼世界之光都是一样的浓郁，而3大神界相比较就有着不同的差异。这究竟是神界与其他大界的不同，还是说另有隐情？既然分析不出什么头绪，沐尘也想借助这一次的法心之眼，看一看大宙的全部面貌。沐尘的金色眼瞳往第1等级之上的一片虚无扫去，此时出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，虽然能够看到那里的世界，但是却没有看透其中的景象，画面都是非常的模糊状态。虽然看不清里面的景象，
但是也可以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在那个未知神界域中，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庞大玄妙规则的能量体被汇聚一起，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正在抵抗金色眼瞳的窥探。看来大咒不单单有9界，而9界之上还有未知的神界域。而且从法心之眼的窥探情况来看，9界之上的未知神界域中似乎还隐藏着一股无比庞大的神秘能量体。那些能量体个个都是超越了天位神之上的力量，那都不是达到了大咒的最高境界，主神大能的存在吗？那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心中一阵阵的震撼，掀起惊天海浪的涟漪，波动牧尘的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起来。这还只是用法心之眼扫过而已，竟然9被那其中的庞大能量体所影响，导致现在的牧尘体内的神元之气发生了紊乱迹象。